谢谢你称我的我叫奶奶。下一世我们再见吧。一定会的。你保证过吧？不会再进我家了？我好好敲门了，你也不开。今天我不想一个人过，一起吃点。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你做的烤酥了。你做完之后，让他带到学校，我们俩饿了就偷偷吃点。我把附近所有的桃酥都吃遍了，就这家跟你做的味道一模一样。你现在也瘫了，做不了了，所以我给你带过来了，一起吃。
坐坐坐。你自己吃吧。我爸最喜欢的叉烧包。今天是他的忌日，我刚从公墓回来，这也算是祭品吧。吃祭品好啊，增福天寿。来，让我爸保佑你长命百岁。够了。起来。啊，张嘴。啊，张嘴。你干什么？你是不是不想让你奶奶多活几年啊？啊，是不是不想让她好好的？我他妈对你一片好意，你想捅死我？你想让我跟我爸同一天忌日是不是？你介不介意啊？啊！你是个善良的人。你是个善良的人。你怎么在这儿？他又来找你了。听你打电话不接，我猜你肯定出事儿。都打成这样了，你报警啊！报警干什么？欠债还债不应该的。你不是一直在还吗？利息也没有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我欠的不是这个债。你当年要是不反抗，他爸那个样子，你和奶奶能活到现在吗？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打心眼里就没有放过自己，才让他这么打你？放过不放过？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不是针对你，他很小就开始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奶奶，为了赚钱，同时得打好几份工。换做是你，你亲切得起来吗？你怎么知道的？他就住我家附近。你不说，我哪看得出来啊？亚林，啊，东哥啊，过分。
那个房子下个月到期就不租了，提前和你说一声，你自己找地方啊。为什么？我不是刚交完房租吗？过2个月的钱我退给你。哎呀，对不住了啊，我着急用钱，有人要买我那个房子。是因为我奶奶吗？哎呀，反正我是不租了，下个月10号之前你必须搬走。你爸妈？我也是为了奶奶才问的。奶奶没有其他儿女吗？这个网址是三安旗下的养老院，因为和区政府合作，每年有公益床位提供给特困老人。奶奶现在的情况，应该是符合申请资格的。公益性质，不收钱的。怎么可能？这属于福利政策，相当于政府和企业各自承担一部分。你去试试吧。请我吃饭吧。我想说我请，但是我没钱，所以请你请我吃饭吧。还可以请你喝酒。我爸是个赌徒。我12岁的时候，他欠了很多债，还不上就跑了。1个月后，我妈也消失了，再也没见过他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把我当成一个让人同情的人，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也不会害怕别人说闲话了。你不是第一个帮过我的人。我21年的人生里，其实有挺多帮过我的人。他们第一次听到我遭遇的时候，都很同情我。有的会哭，有的会抱我，还有的会送东西，就像是对我的人生有拯救的义务一样。这是1次、2次。3次，3次之后，他们就都走，可能新鲜劲儿过了吧。像我这种一无所有的人生，就跟个无底洞一样，做什么都无能为力。
们都是好人。帮你3次的人都是好人，很多人连1次都不会帮。我没有可怜你的资格。我的人生没比你好到哪儿去。就想要一个安安稳稳的生活，连这么卑微的愿望都实现不了。所以我不是可怜你，是真心想感谢你。之前你说对了，电商卡的事只是顾城干的，要不是你，我早就被告走了。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辞职呗。为什么要辞职呢？如果竭尽全力都不行，那就拼个鱼死网破啊！你去向董事长揭发他。没有那么简单。揭发他的同时，脏水也泼自己一身，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有没做错着？有罪的人才应该受惩罚。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受罚的。让我替你干掉他们。困在远离欢笑的窗口，习惯了自己消化失落，孤单的一直走，哪里能允许我退后？我们更有疲惫的理由，却拥着一样深的寂寞。当歌和花为乌有，就送到这儿吧。有一种悲伤是你都懂。这带回去给奶奶吃。明天见。明天见。世界闹哄哄，你为我安静停留。I want to be with you， 捡起一滴碎过的梦，再相信有晴空。老人属于完全失聪吗？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老人的子女是都去世了吗10年前欠债跑了。
之后再没消息。独自照顾老人一定很辛苦吧？资料我们会尽快审核，5个工作日内会给到你答复的。你跟德安林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他？讨厌他，被打了。讨厌就能动手打人吗？他到底怎么得罪你？骂了你，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你说啊，到底为什么？他说你窝囊，还说师弟爬你头上那是人家有本事。你都这把年纪了，还被别人当众羞辱，都是自己造成的。我那天真这么说的。对啊，你嘴多厉害啊！哎，老大，董爱玲，你现在厉害了是吧？连我都敢骂。你个混蛋，现在就给我道歉！老大，对不起。说10遍。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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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老大，我爱你！神经病！谁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坏话？说了就说了，假装没听到不就好了？干嘛非得说出来？谢谢你帮我打了他，我请你吃饭。人与人之间，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你听到别人说你朋友的坏话，你告诉他，只会让你们之间变得尴尬，到最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上。可明明知道，怎么能假装不知道呢？这就是成年人的规则。只要假装不知道，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可那种害怕被别人知道的恐惧，会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你每遇到一个人，就会去想，他知不知道呢？他知道了还会接受你，就这样每天都紧绷着自己，
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一下。有时候我就在想，干脆都说上，是不是说出来了就不会那么累？我会装作不知道，不管别人跟我说了你什么，我都会装作不知道。所以你也这么做好吗？不管你知道了我什么事，你也假装不知道，好吗？你爸来了啊！你看，他换衣服呢。有什么你就跟他说。爸，你在哪儿呢？我没看到你呀。来了来了。爸，你快点儿。Hello 啊，爸。哎。爸，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呀？哦，对不起，我没听到。没事，爸，我们学校留了个作业，需要你的协助。什么作业？展示爸爸的特长。啊？哎，你就用视频拍下来就行，给你几天准备时间吧，周末发我就行啊。妈。啊。你得帮帮我爸啊，好好准备准备。听到没？儿子让你好好准备。啊，没问题。不是，但你让我拍什么呢？对了，你爸的特长还挺难找的啊。你要不表演个颠球吧？别，除了踢球，别的什么都可以啊。不管了啊，我要上课了，改天再聊。那拜拜啊。拜拜。有什么短期能学会的，你好好想想啊。哎，哥，出来喝一杯。哦，家属找我。走了，你先休息吧。走了。拜。实在不行，你就让我姐教你跳段广场舞，我保证老外看的一愣一愣。你以为广场舞好学啊？咱们这帮傻老爷们跳不过那帮老太太。你跳不好让安安同学笑话。
我早就看透你了。你不过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瞻前顾后、拿善良当挡箭牌的懦夫。江琪，你是不是怂了？你甘心就这样出局吗？咱可不可以先有一段时间不见面？请我吃饭吧。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受罚。让我替你干掉他们。躲在黑暗里的光，遮住心里的慌，被锁在缝隙的漫长。生活被追着投降，我们全都一样，被喘不过气的行囊，不敢过得这样的平凡，翱翔天空的无奈，该怎么去呐喊？当蒲公英吹向远方，30股让逆风飞翔，却苍茫的逃亡，将昨天都埋葬。当蒲公英吹向远方，30股让逆风飞翔，却苍茫的逃亡，将昨天都埋葬。当蒲公英吹散远航，推我向最初的方向，就算遍体鳞伤，也前往。牛蛙30斤，泥鳅20斤，一共480。便宜点，450。哎，回来，给你。现在打零工的人这么多，你这一点价都不能讲，以后谁还找你啊？列车即将到达京西路站，请小心列车与站台的离空气。列车即将到达。
怎么这么新啊？哪儿来的味儿啊？哎，打印纸呢？问你呢，打印纸呢？不会用手是吧？啊，手断了。我跟你说话呢，啊，听不见啊？手不好，耳朵也不好啊？你干嘛呀？我什么情况啊？咱这外包公司这么牛吗？都，这谁给招进来的？顾总，走。顾总，高总。顾总，老大呢？我没结婚，请假。哎，来了哥。怎么样？在忙呢。不是怎么起褶了？你烫了没啊？你不要还我。谁说不要？这给你扣。这点东西没有抢。啥意思啊？你是份子钱。我不要，不能总要你的钱。找到工作了？快了。那你拿什么出份子钱？我跟小舅说了，先欠着，下次给。这是你唯一的表，别下次。算我借的。小舅呢？在里面忙呢。小舅。佳琪啊，你和家主来一下互读。你管这叫8头报啊？啊？这最多也就是12个头。大哥呀，这菜你是一直不停的加，但是钱你是一分都不想多花。姐，你是不是当时答应我8头报了？是，但你给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的嘛。怎么回事？你俩来的正好，你也记录下。挺大个店偷梁换柱，以次充好。我告诉你，你这属于诈骗。我可以去工商局举报你的。行，如果您不满意的话，您可以把婚宴给退掉，钱呢我也一分不少的退给您。你说什么呢你？啊？别，现场一堆人等你呢，叫了把他带出去。你要这么干啊？啊，别生气。我是在乎钱的人吗？你就我是在乎钱的人吗？我是眼里不如沙子。我答应他之前说的是8头报，但他让我送3个菜啊，我这成本就不够了。是，我明白。那这样吧，钱我来出，您还是给他上8头的，啊？行。老方，哎，大牙，就等你了啊！恭喜啊！主桌，嫂子主桌，谢谢啊，谢谢啊，一会儿见啊。哎，王伟朋友吧？哎，这边啊。挺好。哎，一会儿给他，谢谢，里边请。二叔，二叔，老肥，怎么着？是又瘦了是吧？那边，一会儿给我多喝点啊，多喝点啊。您好，小五，好久没见，还是那么帅呀！发财了吧？最近又？哎，快里边请，一会儿喝点之后喝，一定喝。赵贵200。好的，行。哎呀，谢谢啊。您好，谢谢。马姐，谢谢。还做美容啊？一会儿咱俩聊。汇祥500。没见过。不是同学，记得吗？彭志宏里边那个桌上有名字啊。马燕200。你手干嘛？啊，我数钱呢。你桌上说要头疼什么？现在谁只带200块钱来吃西餐？带多少都有。带够干嘛呢？这个他们这个是同店的。你没钱？没有，没有哥。
哎哥，哎，哪来这么多钱？张家龙，你干什么？你缺钱之生啊，都是一家人，怎么还能偷着蜜呢？不是姚东山，你什么意思啊？给我拆桥是吧？不是你给我的暗号吗？什么叫我给你的暗号？你出来，好好教育教育你。那闺女结婚了这么久了，哎呀，还讲你哪？你喊什么呀？那不是我亲闺女啊！是你亲闺女。你怎么能帮小舅看这种事情？小舅也不容易，求我半天了。他求你你就干，不白干，说分我一半。江想，我们都多大人了，干这么幼稚的事情？都是一家人嘛，你进谁口袋不是进？没事，哥，理不了啊。顾总，你是在担心明年 SA0988 过会的事儿吧？数据这么好，上市肯定是众望所归，没问题的。话别说这么满。几个重要部门的头头都是咱们的人，我早打过招呼了。王立成那边翻不了天。老爷子今天早上约我，明天和他一起去夜营。正好夜营的时候，我也摸一摸老头子的脉。但是说起来啊，董事长在您连任的关口，突然要在公司内部搞民主投票，也是有点奇怪啊。顾晨呐，你们只是一个当秘书的料，就能骑到我们头上了。他没啥蹦头了。自从他上任之后，就开始搞 SA0988的研发，都花了好几个亿了。老头子在疗养院里心疼啊。他这任 CEO 的任期说话就要到了，如果 SA0988迟迟不能上市的话，他不得立马走人啊？这样 ，SA0988的会改一个时间。行，那咱改后天，在今天。啊，马上改。内部邮件收到了吧？啥邮件？呀，你们这一个个都趴在电脑上，内部邮件都不看的。要开会 ，SA0988的会。啊？不是明天开。公司开会还要请示你们是吗？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今天老大没在，他请假了，表妹结婚。没关系，你代表他去。我代表不了吧？会举手吧？啊，会就能开。我打电话问他。打什么打？就你了，不许迟到啊！问都不让问。妈，你去哪儿？我能上哪儿去啊？我不能在这陪绑着丢人。我快70的人了，我这张老脸，我不能因为姚东山，我在这等着人家骂我。你让我走？你别走。对，主菜还没上呢，后头还有泡鱼呢，吃完咱再走。我抽你！我这八字有多臭啊？怎么碰上你们这俩祖宗了？喂，怎么了？各部门都回复了吗？总监都能到会吧？业务警戒显示的是宋红出席。佳琪呢？请假了，今天请假。这么巧，今天请假，躲了呗。躲不躲的，他们以为能干啥呀？ SA098837临床试验已经接近尾声，截止到上周的数据可以看出，实验已经达到了主要终点时间和
和次要重点事件，严重的不良反应都在可控的范围内，没有出现过一例非预期的严重不良反应。以上呢就是我们研发部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整体情况的一个总结和汇报。大家都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了吧？啊，下面呢，我看就直接投票吧。我来说2句。从公司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发，综合考量，同意公司就 SA0988向国家药监局提出药物上市申请的，举手。这都不用数了吧？一打眼的事儿。吴总，那这次的提案就算过了吧？PV 部门还没有表达意见呢。PV 部门有什么意见吗？还是没来得及举手？举不举还有什么意义吗？民主嘛，胜负已分啊。但负责药物警戒的 PV 部，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很重要的，总得让人说句话。行，听庞副总的。宋红，你代表 PV 部门说吧。我代表不了。没关系，实事求是就行。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说不同意，那就代表你同意了。所以 ，PV 部门的意见就是。PV 的意见是不同意。哎，老宋，那边什么情况？说话呀！你什么态度啊？到底说呀！听说老大反对了啊！老大一会儿出来了，你们自己听他说吧。SA0988 3期临床研究，我们征集了1500名患者参与，其中有1例报告疑似苏塞尔，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我认为 SA0988 的安全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个例嘛，这个并不影响我们向有关部门提交 SA0988的上市申请。按照申报要求，所有的不良反应案例必须同时提交。药监部门很可能因为这例苏塞尔拒绝我们的上市申请。如果我们能多花点时间，进一步优化 SA0988，获得更理想的实验数据支持，等那个时候再申请上市，我们的成功几率也会变高。但这不是你该做的判断。SA0988可是全公司的利益所在。如果只是因为这一例还不确定是不是因为 SA0988引起的不良反应影响了上市，你担待得起吗？行，我可以同意上市申请。前提是我们按照规定，把包括苏塞尔在内的所有不良反应报告同时提交。江佳琪，高总，火气怎么这么大呀？总得让人说话吧。卖药赚钱，当然是我们药企的利益所在啊。但合法合规，不一直是我们思安做事的底线吗？药不治病，还要人命，那不是砸牌子吗？我看呀，SA0988上市申请的事儿，先缓缓吧。慎重点好啊！再重新评估评估。郭总，你的意思呢？楼下新开一精酿，你不是对啤酒很有研究吗？我也就只能喝点啤酒，要不咱晚上尝尝去。
老大，我们支持你。该干嘛干嘛吧。枪总监带头啊，怪不得，看来你们 PV 部门的工作量不饱和呀，是不是该调整一下 KPI 了？高总，刚才就有只虫子。虫子怎么了？虫子咬你了？全公司这么多部门啊，研发、销售、生产经营，你们有什么贡献啊？一天到晚混吃等死的。别。打死了，就不咬人了，不咬人。你说这东西怎么不懂事儿啊？往你脸上跑。江总监，没事吧？没事。行了，别看了，干活吧。
你今天又迟到10分钟，没不你算了啊，以后我也不能老耽误你，你得注点意。干嘛呀？要杀人呐？看他们什么看？老板，赶紧干活。这花甲好像臭了。臭了？看你都臭了。一会儿回头坐下，多放点葱姜蒜。干活。你干嘛呢？啊！把手机给我！给我！哎！快！站住他！站住他！站住！哪儿跑？老大，一会儿喝点啊。今天算了。嫂子在家给你做好吃的了吧？等你那边我嘱咐过了，让他重新核查数据去看。这人咋这样啊？这拽什么呀？老大，上大学的时候他是你师弟吧？这干嘛呢？这是招呼也不打。看来不想狠手不行啊，都等着看你笑话呢。该弯掉的得弯掉。挡在路上的石头啊。列车即将到达京西路站。列车即将到达。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For your safety,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s. 回来了吗？刚和你大家聚个餐。
怎么了？儿子打电话了？没有，你怎么吃？我自己解决。吃什么呀？是想我给你做呢，还是出去吃？李娟，怎么了呀？一天不接电话，也不回我电话啊。哎呀，那部手机我没放身上，公司里人都眼杂嘛。那你就不想想我会找你吗？我错了，我错了。但是呢，你也得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你看这是什么 ？Yuko Valley 的 Malbec， 你的最爱。我之前留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师弟刚刚拿到了代理，昨天才开见面会。参加个活动，买瓶酒就哄我了？我没买。嗯？我偷的。什么？偷的？他们过2天才发售，所以呢，我知道有一个人喜欢，所以就偷了一瓶。买个创可贴吧，别感染了。视频怎么样？够清楚吗？嗯。喂，你好，我要提供无照经营黑餐厅的线索。地址是经纬路56号原景门的老头，11号楼102以上。没有招牌，直接外卖，省过期食材。不用感谢，你就说怎么兑现奖金，去哪里领。被人举报成功至少有2000，你要不要喘口气儿？杨乐人又打电话来了。挂了。哎，现在这些人啊，怎么这样啊？动不动就挂电话。奶奶，你还有你们家里人其他人电话吗？我给您孙女儿打电话，他们没接，让他们其他人把这2月费用给结一下。你跟他说没用，他又听不见。说这不是为难我们呢嘛？主要是之前财务那边都催过好几次了。
性质已经变了。你求我，求我也没有用。有你这么当媳妇儿的吗？这次必须离。我是亲家公，我是要接受祝福和尊重的。我被你打脸，我黑你钱了，那不是我上半辈子用人脉换回来的呀。你那点钱我一分没动，我爱恨分明，账我拎得清，你知道吗？韩云霞，韩云霞又不在，你在这嚷嚷什么？佳琪，劝劝你舅，该回家回家啊！不用劝，小舅有那本事，至于在这对着空气发狠吗？被小舅妈赶出门了吧？是不是打算住这儿？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也不是不能考虑。啥意思啊？真住啊？行李都放门口了。姐，你知道我脾气急，我是怕我在气头上再做出点啥出格的事儿。跟家鲁挤一挤。凭啥呀妈？凭啥跟我挤啊？你们两个废物都不该在这住。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要步入老年了。如果你小舅妈真要跟我离婚，让我净身出户，没问题啊，咱哥们一点不带含糊的。我就是在想嘛，万一我一个人住的时候，我这腰椎万一嘎巴了，身边没人照顾，没吃没喝的，你说我万一死床上，那咋整啊？99%的人都是死床上。抱着折腾坏了，好好休息吧，不然等会又有事儿了。其实不一样，从小到大，你都是你妈我姐的骄傲。你看这小子得个什么国际的电影奖，他不好使。佳琪啊，说话，你妈我姐啊，就气势大受了。你在公司好好干，
咱这个家只能靠你手头体面。决定不喝了，这都困了。被锁在缝隙的漫长，生活被追着投降，我们全都一样，被喘不过气的行囊，不敢过得这样的平凡，抛向天空的无奈，该怎么去呐喊？当蒲公英吹向远方，三只孤雁逆风飞翔，却苍茫的逃亡，将昨天都埋葬。当蒲公英吹散远航，推我向最初的方向，就算遍体鳞伤，也前往。我就这让你一辈子都还不清。你好，这是您的闪送。刚才10多个事儿已经安排的差不多，就这2天见分晓。请我吃个饭吧。你到底想干嘛？你现在更应该操心你自己吧。